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北人都这样啊，就是我哪怕天天喝酒吃肉撑得根嘎的，但我有2-3天没吃米饭或者面条，我就觉得我这胃里空落落的。我现在呀都他妈快空着个3室1厅了，我寻思这可不得了，我这得赶紧做点下饭菜啊，这他妈再空2天空这个别墅了，上哪儿起房照去啊？这2个绝对是最朴实的下饭菜了，不用放肉，也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直接连着汤汁扣在大米饭上。这饭碗最好端起来扒了，那家蹭一嘴大米粒才香。但我还有个习惯，我要光扒了不动筷子，我手刺挠。我总觉得这饭稀里糊涂就吃完了，我就又烹了个锅包肉，其实和蒜瓣和榨菜是一个作用。顺道呢又拔4个地瓜，本来我寻发朋友圈用的，但这拔成这奶那样，下回再见吧咱。要说下饭还得是咖喱，但我得说2句，我可以接受㧟一勺没有肉只有汤，但我不能接受食堂㧟一勺全他妈土豆块的做法。你这么整，你可真不拿米饭当玩意儿你。最后扒了一个台式菜，沙茶牛肉空心菜。哎呀，台式，我怎么有点想我广式老丈人了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杀牛空、锅肉、红绿灯、油煎、宁波、八卦、嘎牛，就这一桌菜呀，我整整焖了2斤米。我俩开了个局，就是今天呐，谁吃的少谁刷碗啊。我今天发一下这个炖肘的配方啊，按这料来，出锅就是老汤肘子。完我用原汤挂点馅，再拌点葱花，直接就爆包了。我发现那手勤快的吧，他就问你肘子配方是啥，还有那手懒但是嘴勤快的，他他妈天天追屁股后的问我到底缺不缺奶。完说你要说了不算，那什么，你再问问你爷。坚果奶包了一锅老鸭汤，咱看看啊，你就说这鸭舌贵，我买了1整只鸭子，这嘴里掏的比我兜都干净。完了还做了一个尖椒酿肉和鲍鱼炖土豆。我奶说正好你爷牙不好，他吃土豆，我只能委屈吃鲍鱼了。然后做了一个鱼香荷包蛋。我奶说有一天你要开饭店，一定把这个菜上上，小姑娘肯定愿意吃这样酸甜的，因为奶也年轻过。给奶烤了一锅日式红豆包，这个是新发现，这个确实挺好吃。他做了一份酱焖鱼子茄子，这菜你信我，来人你做一次能给你家米缸吃空的。还炖了一锅酸菜炖骨棒，我爷就愿意吃酸菜，我奶就愿意吃骨棒，就他俩这种默契让我一度产生怀疑。我说爷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吃着过骨棒啊？吃过怎么能说肉不香呢？这事儿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啊。完下雪了，我奶也不方便买水果啊，我正好趁着拼多多水果生鲜补贴，花1块钱就秒杀到5斤双钩级车厘子，个头大，水分足，又甜又脆，个包个包汁儿。你瞅瞅我弟说了这个香啊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咱们就赶紧掏它就完了。我爷呀，吃没吃骨棒不一定，但这么甜的车厘子，我估计我爷捞不着10个。来吧，香香的煎酿、爆豆、子啊、酸棒、肘包、鸭汤、鱼蛋、红饼、大饼、豆宝。行了，往奶家去了啊，记点今天教我们炖肘了。奶，你这个你也我有点贪哈。吃吧，没事。好。哎呦我这火锅有点东西啊！我爸我妈绝对是旷世奇才，说下雨天凉了要吃点火锅，我说吃呗，不正好还有一箱火锅养生水吗？他俩要正经吃一下子，给那石桌啥都拆了，完了给我大铁锅点上了。我服了，我见过拉饥荒吃饭的，我他妈没见过拆家吃饭的，我都怕等会儿那柴火烧没了，他俩给房子劈了点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一顿标准的东北家庭火锅，满桌子全是盆，最小的是饭碗。开锅了，我弟回屋求地谢去了，还跟我二哥说那3你往前打打，那啥便宜啥贵分不清吗？平时吃锅子5个人得他妈吃出8个锅底儿，我说今天统一一下子吧，今天咱就吃这个痛风锅底儿。我姑说这个好，这个汤鲜亮，我先涮一根大果子，这给我气的。我爸说他从小就这样，大果子土豆子，等会儿还得来碗面条子。我弟今天可是开荤了，闷头吃肉，一句话不说，我看着都腻。我说快来瓶好望水吧，这个新出的柠檬水挺好喝，甘甜爽口，跟鲜榨果汁似的，还加了佛手柑，整挺健康。这玩意儿他妈挺养生啊！养生？那你别喝了，你给我倒一杯啊！这火锅还得是大锅涮着爽，这边刚捞出一盆，那边就会往里再下一盆。这锅里只要一直有东西，心里就踏实。你看看这东北人的快乐是多么的单纯。后来晴天了，我就看着这口大锅，再看这个小逆光和这一股仙气儿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没白活呀。我姑说，那你进屋给我擀点面条呗，我也不想白活。这涮锅子最后来一碗火锅面，谁吃谁得劲儿。但我们最后吃着就闻一股糊巴味儿，我寻思锅也没干呢，啥玩意儿糊了？我他妈低头一看，我裤子烧坏了，妈这饭吃的。
我弟家拍照还他妈漏了，就是他们一边在上面抽烟，一边在后面给我冒烟，所以今天我哥俩只能吃素了。知道他为啥削皮削的这么认真吗？因为我弟对维 C 和果皮过敏，我曾经用他的嘴测出不少单位卖的那饮料都忘放果肉了。这个茄子好像是我的脑子，水分太大。嘿嘿，得亏肥肉放的多。他后来扒一扒就给自己扒鸡歪了。他说：“哥，不用去皮了，我病好了。”真他妈有病！这个番茄炒蛋呢，你加点小辣椒。这是我有一次吃盒饭学的。你上一口酸甜，下一口辣蒿，吃完之后你刺刺挠挠。这个大肉粒也是我的一绝。那多少人来我家吃完这个卤子，回家就血稠了。但他倒是很快乐，让我弟找个能过凉的东西。我脑瓜仁疼。今天的菜一般呢，茄肉、肉蛋，但是。Q7 就这点玩意儿，我们爷俩中午简单吃一口。这面条涂了这么香，我不行，我晚上得来个粥。我有个同学今天要求婚了，完大伙儿都想凑这个热闹，干脆就定在我们家了。给我整贼激动，我嘚嘚嗖嗖的做了一份混灵炖牛排。完，我们同学上午把戒指先送来了，还嘱咐我几句，说你给我安排一波肘子烩饭，我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孙子的快乐。还做了一份新加坡辣螃蟹，你们可以直接去买这个料包，跟珍宝海鲜一个味儿，非常非常推荐。王小琴整个小甜品，做了一个奥利奥蛋糕。好家伙，我弟偷摸给人钻戒打开了，说哥，咱俩把这戒指藏着蛋糕里咋样？我说兄弟，这可是 DR 啊，男士一生凭身份证只能买1枚啊，这要给人整没了，一个媳妇一个钻戒，你说他妈咱哥俩能赔起哪样？还做了份意面，拌了一个牛油果沙拉，最后出了一个绝世脆皮大肠。我炸完他们都看懵了，尤其是咱家的大聪明和小心眼儿，当场3高了啊，当场拴那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肘饭、南汤、去多、翻译。烩牛、奥高、新蟹、脆肠、藤牛、油山。我们同学上桌就要吃饭，我说大哥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来干啥来了？哎，不是。杏儿，喜欢是一时的事儿，但用 DR 对你的承诺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很幸运，这5年有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但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做我一生的唯一吗？我愿意。快，他愿意来！哎，来！完，我们同学安排了一下子，结婚那天大伙都负责干啥？有拉摄像的，有拉伴娘的，唯独到我这儿，他让我早点上饭店给肘子把关。我自从买了这个蛋堡机，我就一直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个3元蛋堡更实惠。今天找到答案了，这9个蛋堡我塞了2斤肉馅，从这一刻开始它就不能叫蛋堡了，它只能叫肉堡，因为此时此刻鸡蛋这种小角色已经不配再占有50%的名字了。完喊我们同学来吃，他还带2只龙虾来，我一看这家伙行啊，我把龙虾肉取出来包蛋堡里了。我敲你哥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堡，可鲜亮了。完剩下的肉让我剁吧煮粥了，其实还是龙虾蛋堡更好吃。但我前2天不是刚扒了300只螃蟹吗？我现在一听取肉这俩字儿，血压升的比喷泉还快。然后家里还有点前女友自己做的烤肉蘸料，一直也没舍得扔。昨天让他对象帮我买了点齐齐哈尔烤肉寄过来了，这份燕翅里还带了一块猪肥肉，这就很齐齐哈尔了啊！我跟他对象也算是忘年交了，我这几次找他帮我买肉，我算品出来了，这人能处，回都不管我要运费，完还非得送我几片大腰子。今天又整3袋，怒送15片，这是真想让我这是。完，我们同学拿另一只龙虾让我用空气炸锅炸了。这个美的超嫩粒这锅有点东西，它有个水箱和4段黄金锁嫩程序支撑它的锁嫩技术，相当于你们人手一支补水喷雾，实时补水，所以它烤完的肉又紧实，汁水又多。然后它还有个玻璃窗，要是怕糊的可以趴着一直看。还有好多这种一键菜谱，就是它完成了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只要你舍得花钱，他们就能让你安心在家当废物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本来想简简单吃个3块钱蛋堡，结果整出一桌肉和一桌人来。这期还是烤肉，我们原来都一天往返600多公里开车去吃啊！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托前女友的福，居然在家就能吃上了。我得抽空琢磨琢磨，那些老钱的现任现在都忙活啥呢？看看还有没有像这样能帮忙的新老结合了。1、2、3，来，叶恒。先在家救这几个没长手的朋友。这几个小子说天天看我吃太馋了，家里墙皮都快啃秃噜毛了。我今天也是心情好，每个菜做的都好吃啊，每个都好吃。我说你们几个今天来算是掏上了，他们说你家哪一顿我们吃都算掏上了。
他们奔啥来的，我可太明白了。今天做的是白切肘子，还配了一碗蒜酱，然后包了点红烧肉炖粉条馅的包子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我没法跟你形容的好吃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同学没房没车，拿2袋包子走，给姑娘追到手了。还炖了一锅牛尾汤，做了一个绝肥肠包。这猪猴酱一登场，想都不用想，都知道谁的手艺了，对不对？完了还做了一个菠萝咕老肉，烤了2个南瓜布丁杯。这俩菜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咋吃都一股土鳖味儿。一个菠萝35，2个南瓜花14，相当于我给这俩菜买盘花他妈50多。双十一买了点重庆麻辣口的腊肠，炒了个荷兰豆，还做了一份避风囊鸡翅和干炸小排。我为啥说他们没长手呢？就这玩意儿怎么做，我已经非常明白的告诉他们了，但人家就是不做。我有时候都纳闷，我说你们几个胳膊肘下面当了那俩玩意儿，是不是就为了保持平衡用的呀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白尾、绝肥、荷辣、茄牛面、红粉包、南部杯、白肘蒜、波骨、干排、碧鸡，这一桌子你们要吃不着吧，千万别上火，赶紧到我评论区用识货 APP 点点好吃的外卖，每天能领132的外卖红包。你像红烧牛尾、高蟹羊肉、肯德基啥都能点，吃完还能返10%的现金，这回头钱我也没少整，省钱小妙招啊，赶紧揣裤兜里。我们那几个朋友吧，都比较好面，一般上我家吃饭都没有空手来的。往常买点水果，买点饮料啥的，但今天真是我这不今天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啊！这几个带他妈饭盒来的，我操你哥呀！